半月之后，太白骤现。这是好啊！是食龙脑饮龙嘴的上古凶兽。江都城！所以无论是童谣、流言，还是大吼，针对的都不是大婆，而是淑妃。李时珍，果然是你。县主，我求你救救我的家人！今天晚上是兴君给我最后的机会。兴君，见过兴君的人不止于兰儿一个，还有他的阿耶。那人为了装神弄鬼，确实花了一些心思，不过并不难。谢主，你是一配一，你们是一伙的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要杀了我！杀！从脉象上看，县主已经痊愈了。接下来几日只需吃些进补的食物，便可恢复如初。县主自己感觉怎么样？轻松多了。昨天一夜没有咳嗽，一觉睡到天亮。我就说我的药没问题。告诉太史丞，我暂时不会死了。太史丞一早就出门了。他没有问过我的情况吗？太史丞沉稳内敛，早就算准我定会康复。县主，你完了，你都学会给太史丞找理由了。那日太医署有位医监前来，说是要抓阄选人去试药。那医监抱着个竹筐，里边放着折好的纸灸，说有谁抓到带字的纸条就去试药。所有人都抓了阄。是，开始一连10几个都是空白，直到刘甲才抓到带字的纸条。大家原本都很羡慕他，直到听说那药吃了便死，就都有些后怕。你可见过那纸条的样子？刘甲那张纸条上写了个正字，大家原本都想凑近看看，但刘甲说他手上有水，纸湿了便破了，就扔掉了。来选人的医监什么样？是个男子，他右手手背上有个疤。知道了。见过圣上，娘子。果真是痊愈了。你这孩子真是的，染了病也不说，好了才告诉我们。太医今日是来请罪的。宫门封锁，你都能搞出幺蛾子来，这次没有惹祸。说来听听。上次新药方试药，内侍猝死，而太医署的几位医丞都说已死药方并不会导致如此凶猛的后果。为了再次验证此方，我便主动染上实剂，请裴医公为我医治，并以此方治疗。先斩后奏，故而请罪。
你这孩子可太莽撞了，幸好是痊愈了，实属幸运。此番既然是为了验证新药方，替圣上分忧，就不要犟嘴了吧。起来吧。你呀，你害朕跟淑妃为你担心，就是有罪，就要受罚。不过，不是在当下。你那位开药方的医监呢？只是名医工，是名女子，正在殿外候着。传医公。圣上，罪臣裴玉见过圣上。抬起头来回话。这药方可跟上次的药方一致？县主所用药方与上次一致。那为何上次会致人死亡呢？圣上，因为那人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疾。臣这几日走访了死者生前的同僚，他们都知道死者受胃疾困惑已久，患方的病历中也有相关记录。试药前我为他诊脉时，便察觉到了还有胃疾，但情况并不严重。看来他应是在试药前服用了胃药。我虽调整了药方，但他仍受不住刺激，这才……所以问题并非在药方，而是病情被隐瞒，所以影响了裴医公的诊断。这药，静儿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啊？为小皇子施药之前，也会参考这几日的脉案以及当下的病况。好，那朕的皇儿就全靠你了。定不负圣上所托。县主痊愈了。是，多亏了裴医公的药。也要多谢萧兄，那晚为我及时求医。萧母所做不足挂齿，若染病的是我，相信县主也会不遗余力。总要说出来的。萧兄，这次确实是我为了帮裴医公验证药方，故意染病。先前答应过萧兄不再自损身体，我没有做到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不会为自己找理。我虽信任裴医公，但我能否活下来，当时也不知道。生病的原因是我骗了你，但那番遗言，却都是我真情实感。你若生气，我也不怪你。但是，这病得了是真难受，千万别生病。之前我见县主为查案，不惜自损身体，我觉得这种方式看似英勇，却多少有些莽撞。但这一次，我才明白县主的良苦用心。在这深宫之中，只有用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，才能去找寻真相，助众生。
萧兄谬赞了，我哪有那么崇高？只是有这个身份，比他们多一些偏爱罢了。我为光庄时期心急是真的，想帮裴玉验证药方是真的，不怕死也是真的。但我害怕。别怕，萧兄算出了大吉之卦，我知道我会没事的。萧兄那几日没来问候，我还以为你在置气，今日看来是我小人之心。萧兄是调查那位施药的内侍去了。若我整日在县主面前晃悠，只怕县主不会好得这么快。县主要为裴义公证明，我也只能做点小事，证明那次施药失败，并不完全是裴义公的责任。选中刘甲施药，应该不是偶然。没错，那次来选人的是黄甫通。刘甲，是你特意选定的吧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裴玉的药方害死人，是我暗中阻挠吗？这女人医术不精，妖术倒是高超，个个都如此维护她。裴玉的药方性烈，你为了不让她出头，特意找来了身患实际又有位阶的刘甲。真是好笑！我3个月在幻方人职一次，诊治过这么多宫人内侍，我怎知谁有危机？再说了，病人是抓阄选中的，全凭天意。是这样的，天意。我不懂太史丞耍的什么仙术，但若太史丞有确凿的证据，证明是我动过手脚，我自然认罪。不然，就请太史丞离太医署远些。本就人手不足，若耽误了各位贵人娘子的病情，太史丞怕承担不起。是凡石，太医署可不缺这个。我猜测黄甫通用矾石水在每张纸上都写了字，再用某种方式哄骗刘甲，抓阄之前沾湿手指，因此无论他抓的哪张纸，纸上字迹都会显现出来。只是刘甲已死，当初用来抓阄的纸张也早就没了踪迹。师傅，师傅，怎么这会儿还熊眼睛？师傅。你来时，宋玉玲便是如此。不是的，我来时，师傅头上盖着帕子，师傅有眼疾，这是他每日睡前用以熏蒸双目的药汤，
师父俯身在水盆上，用热气熏着双目。今日天寒，搭一块热帕子，水会凉得慢些。会不会是这个药的问题？我知道师父的方子。没问题。那是药汤啊。药汤若有问题，师父会发现的。而且这药性温平，并无相反相害的配伍。宋玉令每晚都会巡转眼睛吗？此事有谁知道？太医署的人都知道。雷玉公，请随我出来一下。没了他师父的庇护，以他这直愣愣的性子，在太医署恐怕更艰难了。宋玉令近日可有反常？最近宫中时期压制不住，师父每日都在研制新的药方。昨晚我与他聊了几句，他便被别人叫走。那时是何时？大约戌时半。之后可还见过？再见，就是此时了。仙主，仙主，并非用药导致昏迷。宋玉令双眼双耳充血，因任体内气血剧烈波动所致，是突遭卒中之恶。没错，宋玉令瞬间昏迷，面部没入药汤中，并发时虽仍有一息尚存，却无法自救，导致溺亡。宋一令正值壮年，怎会突发卒中？宋玉令平日里就有风疾。近日因时期忙碌，不眠不休，故而会猝然发病。裴玉，宋一令就是被你害死的。黄甫东，不可动手。你早就不服宋一令管束，定是宋一令不许你做出格之事，你就索性杀了他。你胡说！我有证据。仙主，臣昨晚亲眼看见裴玉和宋玉令在药房争吵，虽然没听清楚究竟在说什么，但宋玉令最后一句话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说什么了？宋一令说：“除非我死了，所以你就杀了他。”我没有杀师父。黄一坚所说的争吵，是否确有其事？我的确和师父有过争执，我和师父从来都是这样吵架，有时候难免会说些重话，我又怎么会因此杀了他？你还狡辩！
别人在烧香祭拜时你前来打扰，真的很不礼貌。你也来上炷香吧。我不信鬼神，只信我自己。也对，像你这种为了能爬上高位什么都肯做的人，阎王都不会收你。敢一个人来找我报仇，我是该说你英勇呢，还是要说你意气用事呢？哦，对了，哎，你们兄弟俩就剩你一个人了是吧？袁绍成，之前我让你将河道卖给我，你不肯，现在我不光要河道，我还要整个王沟。我呢，已经拟好了一份转赠文书，你今日若签了，便平安无事；你若不签呢，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刺杀使臣，栽赃于王，破坏硕丹与大风友好，现如今又找了硕丹人前来杀我，这等事情你都做得出来？那又如何？你跟叶平安联手，不也想在夜宴上戳穿我吗？可结果呢？不还是要亡于我手吗？袁绍成，你跪下求我。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。袁绍成，我再说一遍，跪下求我，我不但可以给你一条生路，还可以给那些蝼蚁般的芒沟贱民们一条生路。给我跪下！事到如今，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个真相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芒沟吗？因为通过芒沟的河道，能将城外的货物偷运进圣都，而我恰恰找到了一片隐秘盐田。前些日子，武安康在城外抓到的私盐贩，与你无关？当然与我无关了。武安康恨我是因为金元之战，我阻碍颜良钓鱼。哎，他放着黄义民那么大的私盐贩不抓，却偏偏想把倒卖私盐的罪名扣在我身上，何等的愚蠢啊！颜良为之，果然是因为你置黎民百姓和将士们的性命于不顾，以致尸横遍野。你罪该万死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的嘴怎么还这么硬？袁绍成，你记住，你这辈子都是个没有尊严的贱民。就算你不死，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。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受教，有些人用拳头教会我隐忍，有些人用鲜血教我如何进攻，有些人用心术教我如何博弈，而你教会了我永远不要轻敌。叶平安，你没死！
不滚开，我就叫人了。叶燕刺杀你与我无关，只要你明日去趟万安山的祭坛，看场好戏，就会知道真相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乃硕丹使臣阿普纳豪奇，李宗旭在夜宴上意图行刺于我，你们再与他勾结，就是对硕丹的背叛。届时，在硕丹和大风都不会有你们的容身之地。放下刀，把刀放下！你们与我回去，我可免你们的死罪。今日之事，我会如实呈禀给圣皇。至于你们之间，哼，与我无关。怎么这里连盏灯都没有？真不怕闹鬼啊？鬼有什么好怕的？人可比鬼可怕多了。注意点脚下，别绊着。少卿把余粮都堆在这儿，不怕受潮吗？粮食不会受潮，尸体倒会。不是，我们到底要清点什么东西呢？清不清点东西，与你没关系。只是这里的老鼠屎把我熏得头晕，犯恶心。超宇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好好说话？大哥，文宇，现在最该惊讶的不是你，而是你身后那个人，对吧，信君？他伤势看着重，幸好不在要害。现在我们必须让别人相信文鹤生已死，这样这盘棋我们就盘活了。夜宴一事，你怀疑是谁出卖的我吗？新俊，他随赵宇接触账房，李牧原能拿到我账房的支出账务，我认为跟他有关，把他继续留在身边，就是不想打草惊蛇。原来你们是故意让我传话的。你说呢？千万不要把他带走，我是他的姑母，有什么罪就让我替他赎吧。姑母，平安。姑母，帮我打一个新的铃铛，我以后要用心术给人治病，直到我死的那天。你想干什么？就凭你们也敢动我，这是灭族的大罪！阎王爱听这话，你去地府跟他说吧！我砍死你个贱民！
这一下是为了古书，这一下是为了兄长。这一刀是为了被你残害的蒙古百姓！他还不能死。信君，你害死了那么多人，我真想亲手宰了你！文宇，人是你带进来的，应该由你来亲自处置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他袁绍成脱离了剑气，却让圣上废了龙门朝？那可是我最后改变命运的希望。没了，他不该死吗？凭什么他可以从泥里爬到天上，而我却要每天累死累活，拼得头破血流，就为了夫人那么一点点？他可以做高官享厚禄，为什么我不行？我也要做第二个袁绍成！做不了第二个袁绍成，因为少卿永远不会出卖自家兄弟。他一直往上爬，也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蒙古所有人。我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，你不会这么对我的，对不对？那会儿我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吃的，我抓到一条鱼都会分给你的。我们一起烤火，一起吃鱼，一起漫山遍野的抓蚂蚱。我错了，文宇，你让他们放过我好不好？你让他们放过我。如实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让袁绍成放你走。我才不会相信你呢。我是你唯一的活路，你只能信我。你要知道什么？御史案，你在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我说，御史案，我就是为了拿官盐转授之权，顺带去通泉县消遣了一番。杀人灭口的事是度量干的，与我真没关系。那参与此案的还有谁？还有，小心！
你们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啊！你呀，这是真想吓唬他。大可则在吃食里加点迷魂草，就能令他产生可怖幻想，没必要自己去。郎君，请品尝，此乃冰镇化物之酒。小心点。郎主，小的已命人去请医师了，还请郎主再忍耐忍耐。快去找李长史，告诉我叔父，有人要害我，派重兵来保护我，快去！是。郎主，郎主，郎主，少主任，少主任他，少主任他。少儿怎么了？少主任他醉酒溺水，没了。郎主，郎主，郎主！少卿，少卿，我们的英雄回来了，拿酒来。李宗旭死了吗？没有。不过，他刺杀使臣之事已经败露，圣上定会严惩的。此次重创李宗旭，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芒州人绝不可欺。对，不可欺，不可欺。只可惜古叔他们回不来了。来，这酒我们敬他们。少城，我之前还怪你跟世家斗，我还说人要认命。可是，就算我离开圣都躲得再远，李宗旭，他还是一定要让我死。你说的对，弱者连躲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芒州失去庇护，也不会让任何人夺走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敬他的好兄弟。金大嫂，哎，你不是戒酒了吗？大难不死，让他喝。看见没有？来，干了他！好酒，你们就多喝点。来，丹心，我向你跟叶军师道个歉，我不应该不信任平安，那天晚上也不应该私下跟你说那些话。那我也跟你道个歉，我不该怀疑你的人。这杯酒我不喝啊，我可不喜欢姐妹之间这么客气。他不喝，咱俩喝。来吧，来吧，干！来，来吃菜啊！谢谢姑母。平安，我们这算是赢了吗？当然算呐。这李宗旭现在已经自身难保，你们当中霓裳最通透，就要去扬州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你们两个啊，也应该像他一样，为自己多想想啦。这些日子，多谢各位相助，我叶平安无以为报。这杯酒敬你们。来来来，干！
天天戴着面具示人，在我面前你就不必应承了。我有点怕了。从我下定决心来圣都，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害怕。我怕身边再有人离开我。不会的，你会像你的名字一样，给你身边的人带来平静与安宁。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李宗旭的事还没有了结，我最近在查他跟许清之间勾结的证据，发现许清常去一家智库。许清涉及官研，与研有关的事就交给我，明白吗？我心里有数。对了，你之前不是要给我个玉簪子吗？或者别的什么，给我个值钱的试试呗。你不是说上次那个太容易摔碎了吗？这个保准结实。金镶玉啊，这个不错。满意吗？满意。这支冰糖膏所需的9香蜜采集于崖边，极难觅得。苏金又断货了，兄长这是从哪儿买到的？这是袁绍成送的。想攀奸王府的人不少，送字画古玩的，投父亲所好送木雕的，父亲一概不收。他倒是会讨巧。此人是可造之才，梅阁老爷这么说。康儿，嘉月公主自从夜宴受惊之后，你就没有去看望过，该去看看了。